中国的制度基因里边有一个非常非常坏的东西，就是这个所谓的太子党。毛泽东要搞的培养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就不是共青团系统。文革之前，中国实际上是大力的推动了培养干部子弟，早就已经在文革之前就制度化的推动培养干部子弟，就老子英雄而好汉，老子反动而混蛋，就是出身论，这就本身就是文化革命产生的重要的基本因素之一。就是他们知道他们在欺骗我们，我们也知道他们在欺骗我们，他们也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欺骗我们。对。那么戈巴乔夫说的就是回应这句话，从来共产党选都是假的，但是他说我苏联就是真选，真选呢，但是他同时告诉他就正式的颁布，告诉所有的党员，按你的良心投票。就当我们看中国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很小心，要看到就是我们的制度基因上有很大的不同，中国会面对的困难也会比他们多很多。戈巴乔夫上台以后，立刻就开始这个推动他的这个全面改革的这个方案。他那个改革的名字呢，叫做 Perestroika。这个 Perestroika 这个名字其实是很难翻译的，但是它里边的核心的意思是什么？这个关键在这儿，就是这个 Gorbachev 推动的 Perestroika 里边的最重要的内容，中国把它翻译成改革或者甚至改革开放，这个呢就给人一个误解，以为他在推动的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因为邓小平在先，他在后，以为他就是这个学中国，其实不是。他的 Perestroika 里边的最大的成分是社会主义民主或者民主社会主义，有时候提社会主义民主，有时候提民主社会主义。他说的是什么？说的就是有人的面孔的社会主义。他说的是他要做当年捷克斯洛伐克做的那件事。他说的是人道主义。他说的民主是人道主义，他说的这个民主是真的要让人投票选，他说的是这。然后呢，他认为他讲得很清楚，他认为你不搞这个民主社会主义，不搞社会主义民主，是没有可能推动改革的。他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你不搞社会主义民主，没有民主社会主义。他说人都像奴隶一样，奴隶是不可能有创造的。他这话说出来了，他什么意思？他这话不就等于说了这个，他不等于说了这个哈耶克讲的吗？哈耶克说你这个共产极权主义是这个奴隶社会吧？他就把话他没有他毕竟他是共产党领导，所以他想说的是，我这个将来我这个社会主义，我这个苏联共产党是要有人的脸的。是人道主义的，是有人性的。然后呢，在这种情况下呢，他说我需要我的全社会的人要有积极性，这个社会的人不能够每个人都来这个装假来骗人。因为当时在苏联，这个最流行的一个对苏联的描述就是说，这个老百姓里传呢，就说我们知道，就是他们知道他们在欺骗我们，我们也知道他们在欺骗我们，他们也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欺骗我们。对。那么戈巴乔夫说的就是回应这句话，就是他明白这个社会上的人普遍存在反抗心理，普遍存在严重的不满，然后他认为这个不满是因为不人道，因为没有人道主义，认为没有人性。然后他说我现在的改革就改这个，所以他把经济改革看成是执行这个带来的结果，是你得先给人这个人性，让人有了人性以后，咱们再这个才能弄得成这个。所以呢，他的重点都放在那儿。然后呢，这个邓小平就说他傻瓜蛋一个。这个我现在讲这句话是引用的，这来源应该是来自于邓小平他们家的人，就说这个邓小平见了戈巴乔夫之后回家跟他们家的人说
戈巴乔夫是大傻瓜蛋一个，说的这个他搞什么社会主义民主，这个就他说你搞经济改革必须抓权才能搞经济改革，你搞社会主义民主把权力都没有了，你还弄什么？你还弄什么经济改革？就是所以你可以看到呢，这是完全两个不一样的思路。一个思路是你抓了权力去搞经济改革，搞经济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巩固你的权利。他那个思路是说，我这个社会主义得有人性，所以为了人性，我把权放了。他那个放权不是为了经济，放权是为了得有人性，得有人道主义。所以这个权是本来是这个大伙儿一块分的，所以他把权跟人都分了，他是这么来的。但是呢，就是我愿意说呢，戈巴乔夫是一种这个乌托邦，就是他这个乌托邦不是共产主义，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共产主义乌托邦，这个但是呢，它跟这个传统意义上的共产主义的乌托邦也带有很多相似性，因为传统意义上的乌托邦实际上也都是想象的那一个这个公有制的社会呢，但是是民主的，是有人性的。但是实际上呢，你只要建立了一个公有制的社会呢，它一定是集权制的。在这一点上呢，这个戈巴乔夫没有看懂。戈巴乔夫仍然相信社会主义，戈巴乔夫仍然相信这个集体的所有制、国有的所有制。但是呢，他相信呢，即便是这个国家所有，即便是共产党，但是呢，我仍然要人道主义，我仍然要有人性。他是想要做这样的事儿，但是这样的事儿呢，你就是严重的自相矛盾，所以你这个自相矛盾呢，就会让你的制度要垮掉。这一点呢，他要么就是他没看懂呢，要么就是他也无所谓，因为他宁愿要人性，要人道主义。就是如果这俩不相容，那我宁愿要人道主义。实际上他一直走到后来，最后他这一点就变得很清楚。就是说早期他是不是清楚我们不知道，但是到了后期他就已经很清楚了。就是到了后期，就是在苏联他推动了那个全民的这个投票，然后全民投票出来的结果是仍然苏联共产党拿到了更多的票，他已经允许其他的党存在了，就是其他的党得的票不如他多，这个或者无党派的都没有共产党得的票多。但是呢，所有苏联共产党原来希望被选上的人基本都没选上，除了他自个儿选上了。这个所有他们原来定好了的希望选都，而且在那个投票之前，他放弃了共产党的基本原则。共产党基本原则就是列宁主义原则，就是这个所谓的这个民主集中制啊，就是自上而下的，就是上面有一个命令，然后你下面必须执行。那么实际上苏联共产党是按照传统有自己的内定的名单，就是现在我放开了真选，就是从来共产党选都是假的，但是他说我苏联就是真选，真选呢，但是他同时告诉他就正式的颁布，告诉所有的党员，按你的良心投票，说党不管，就是你投票跟党说的那个不一致，不会受到惩罚，这就是放弃列宁主义了。就是你这个中国共产党至今是列宁主义党，党如果不按照党在正式的重大事情上明着做违反党的纪律的事儿，党纪一定要惩罚的。但是呢，戈巴乔夫就用正式的共产党的文件告诉全体的党员，按良心投票，党不会惩罚你。所以按良心投票出来的结果就是苏联共产党想要上台的人都没上台，但是仍然苏联共产党拿到了多数票。然后呢，所有苏联共产党的其他人都认为这个选举就糟了，这就全完了，这个根本我们想让上台人都不上台。然后戈巴乔夫自己说挺好，说是赢了，说是我们共产党还是最多票，赢了。这个背景是什么呢？这个背景就是实际上这个匈牙利这个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已经都变了，然后他在这个背景下，他们又弄了一下这，那么这个，然后这个波兰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
那它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基本的前提，就是虽然在它的国内，它有这个很强的制度基因，这个抵制共产集权制，希望共产集权制要垮掉，希望这个人们能直接用普选的方式来决定我们自己的命运。但是由于这共产集权制的这个是个集团，这个集团是有一个军事集团，就是华约组织。然后过去的无论是在这个匈牙利的镇压，还是在捷克斯洛伐克的镇压，都是华约组织镇压。华约组织镇压是不仅仅是苏联的坦克，是整个华约组织是用这个暴力镇压的。那么你今天波兰又做这样的事儿，那会不会被镇压？那么这就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决定性的问题。那么这里呢，就是回到刚才讲的，就是这个 Gorbachev 说他要有这个带有人的面孔的社会主义呢，他其实刚一上台，还没有宣布 Perestroika， 还没宣布他自己内部的这个民主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民主，没宣布之前，他就因为他一上台，接着就是 Chernenko 的那个葬礼，因为他的前任死了，他上台了，于是 Chernenko 的这个葬礼呢，就是各国共产党都来，那么他要在这个葬礼上要讲话，他在这个葬礼上就有个重大的宣布，他说呢，从此他说我们苏联共产党呢要尊重所有的兄弟党的这个尊重他们的这个权利，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以后不会再有这个暴力的干预了。那么这件事他先是说了这句话，人们能不能信，这是另外一件事，因为在共产集权制下，共产党说的话基本上人们是不能信的，就是你说不会干预，哪天就坦克开过来了。然后呢，他的最重要的助手之一，当年就是在这个布拉格之春的时候，是苏共驻布拉格的这个宣传机构的一个负责人。这个人呢是深深的中毒了，他就信有人的面孔的社会主义，他人就在那儿，他就信这个。虽然这个布拉格之春被镇压了，但是他内心里就信这个，他认为这个镇压就是错误的，而且他非常仇恨这个镇压。他自己作为苏联人，他仇恨苏联人对他们的镇压。现在他变成了这个 Gorbachev 的主要助手，然后变成了主要跟对外这个关系的负责的这个助手。于是他主动就推动跟这个苏联跟他们就有了相关的这个一系列的这个协议，他就是相当于立法，以这个形式保证将来苏联不能再那个出兵镇压他们了。就是他推动了一系列的这个立法的工作和这个控制这个军队的这些工作，这都有条约的。就我那个书里边把那个相关的这个历史的材料都放在里头，就是非常重要的，事先就做了安排。就是为什么能走到这一步，全都是因为有这些制度基因，有这些人一件一件事儿做下来的，然后这些人他们信什么，这是关键的，不是单纯因为经济，就是这些各种考虑。你可以想象，如果这些人都是强烈的民族主义，他绝对会，就是哪怕不从共产集权主义的角度出发，从民族主义出发，他就会认为你们波兰人干这个事儿就是反苏，而且的确他们有反苏的这个言论，大量的反苏的言论，但是苏联人决定这东西不能镇压。这个苏联人决定实际上并不是所有的苏联人，就是苏联的军人其实还是想要做点动作，但是呢，戈巴乔夫作为这个共产党的这个首领，他是控制住军队的，然后戈巴乔夫就不允许他们镇压。所以呢，第一个是从柏林墙开始，第二个就是从这个柏林墙，第一个是柏林墙开始，就他不镇压，才导致了有这个柏林墙倒塌的事情。
就是当然是制度基因在先，就是有民众的压力在先，但是你不镇压，这是绝对是一个这个必要条件，你这个镇压就完了。然后这边这个波兰这个搞这个选举就是把共产党给选下去了，然后这个也不镇压，共产党也不用自己的军队来这个，因为这华约组织都不动作，苏联红军也不动作，于是波兰共产党也不动作，选下去就下台了，所以就和平解体，就是共产集权制在波兰和平解体。紧接着这个捷克又做，也是这个用选举的方式，共产党下台了，也是和平解体。然后匈牙利又是这个用选举的方式，共产党下台了，和平解体。所以它第一步先是共产集权制解体，解体之后它才变成了这个多党制的这个宪政的制度，然后再慢慢的推动，过了这个许多年之后，才变成了这个完整的民主宪政的制度。那么在这个苏联，那么也是由于有这样子的制度基因，所以呢才导致实际上这个东西也不是单纯的戈巴乔夫自己，就是还有远为更广泛的巨大的各个方面来的社会压力，压着戈巴乔夫一步一步往后退。那么但是如果他是用共产集权制的方式来对待这些压力，他就会一个一个镇压他们。但是这些社会压力就是早在苏联社会里就已经很强了，然后在这个背景下，由于他强调要有人的面孔，他强调是人道主义，强调社会主义民主，强调民主社会主义，那你只要强调社会主义民主，民主社会主义，共产集权制一定垮台。所以呢，就我想强调一下，就是单纯的经济改革失败，单纯的经济的长期的停滞不前，哪怕经济一直衰落，这都不能够充分的这个保证这个共产集权制会解体。就是共产集权制的解体必须要有这个相关的这个制度基因在那边，这个制度基因决定了共产集权制要这个解体，就是你没这个社会压力，这东西是不会解体的。而且呢，这也不是单纯一个人，就是中国喜欢强调，就是无论是喜欢他的不喜欢他的，都要强调他这一个人，就是这个过去强调有赫鲁晓夫这一个人，现在强调有这个戈巴乔夫这一个人，实际上他根本就不是一个人，他是这个是个社会力量，就这个社会力量到这儿了，那么就有这个。那么相比之下呢，在中国的制度基因里边有一个非常非常坏的东西，正好和他这个相对立的非常坏的一个东西，就是这个所谓的太子党，叫红二代也好，叫太子党也好，这是中国的一个制度基因。就是中国实际上呢，这个早在毛泽东时代就是要反修防修，要防止赫鲁晓夫的式的人物再产生出来。那个毛泽东在的时候就说，这个赫鲁晓夫就睡在我们身边，然后他要防我不在了以后也不要再产生一个赫鲁晓夫。然后呢，这一系列的这个毛泽东当时推动的这个事情呢，里边就有一个重要的一个部分，叫培养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他的培养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呢，在跟赫鲁晓夫这个发生冲突之前是个抽象的话，这个抽象的话呢，苏联是从苏联学来的，共青团就是培养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但是毛泽东要搞的培养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就不是共青团系统，他就是要另外培养。所以这太子党也好呀，红二代也好啊，是从这儿发展起来的。就是原本中国共产党是苏联共产党系统，这个共产党系统里边培养接班人是共青团系统。在苏联共产党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斯大林死后100%的苏共领导全是共青团出身，而在中共，人们讨论所谓的什么团派和这个太子党派，指的就是一些人是共青团背景，一些人不是共青团背景，这个就已经看到了，这是中苏两个制度分开了。然后这个呢就有制度基因在里边，这个制度基因就是中国历史上的这个
帝制带来的，就是无论是帝制本身，还是帝制里边的秘密社会，里边都有这个制度基因。就是无论是帝制皇帝里边的传代，还是这个皇帝这个新的皇帝打了江山，他的臣们是怎么样这个权力怎么样培养接班人，对传下去，对，然后呢，中国的秘密社会都有秘密社会里边的这个权力的这个交接问题，这制度基因在中国原本就有。然后呢，中共的这个尤其是军人，大量的他们的这个基本思路、基本的思想方式，这个都是跟这个古代的打江山做江山是一样的。所以呢，他们自个儿就认为他们的这个后代就应该是传他们的，对，所以才有，就是说这个不是单纯毛泽东一个人的想法，而是他们这一群人的这个想法。然后呢，他再来了一个培养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然后在这个文革之前，中国实际上是大力的推动了培养干部子弟，早就已经在文革之前就制度化的推动培养干部子弟，这就本身就是文化革命产生的重要的基本因素之一。就是文化革命产生是从红卫兵运动开始，红卫兵运动就是这现在说的什么太子党、红二代，是以这些人为骨干弄起来的。然后这些人为骨干弄起来的时候，都是靠的内部传毛泽东的这些，跟他的侄子，跟他的这个就是毛衍新、王海荣跟他们的这些讲话，这些里边满都是这些要素。对，然后这个文化革命的一开始推动起来了以后，这个红卫兵运动里马上上来的就是这个，就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就是出身论，就是马上就是这个，然后就是这个，实际上就是这个红二代的上升，来压制这个出身不好的人。那么这些东西直接就是后来发展成这个太子党的这个很清楚的这个制度背景。那么这些呢，实际上就是中国的这个制度基因的部分。而这个制度基因的部分呢，本身的确就帮助了中国共产党，防止了毛泽东担心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因为这种所谓的这个太子党，他不关心社会主义民主，不关心民主社会主义，不关心人道主义，不关心这个人文的这些东西，就是他更关心的是权力。所以他就更为了权力做各种努力，然后在某种意义上他就更极权主义，更可以使用暴力。那么这就和苏联那边共产党就是共青团体系出来的，加上他们原本这个俄国就存在的这个人道主义的这种制度基因结合在一块儿，才有后边的这些变化。然后当然这离不开就是东欧国家那些远为更先进的，是制度基因更发达，再传到苏联带来的影响，这些都合在一起，才有这个苏联东欧集团的这些巨变。那么在中国呢，就缺少这个东西。所以呢，就是当我们用这个苏联的和苏联东欧集团的这个崩溃作为一个例子来解释中国的时候，就当我们看中国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很小心，要看到就是我们的制度基因上有很大的不同，中国会面对的困难也会比他们多很多。然后接下来的就是这个共产集权制崩溃之后，我们看到他们走的不同的路。实际上呢，早在他们崩溃的时候，你就已经看到了，对，就是谁导致他们崩溃的，是谁？那么是波兰，是捷克斯洛伐克，是匈牙利。当然匈牙利今天不怎么好，又回去了。对，但是呢，这个波兰跟这个捷克和斯洛伐克都非常好。对，然后在苏联内部，
是波罗的海三国，嗯就是当时在苏联内部，我们没有时间展开，苏联内部推动苏联的最大的力量就是波罗的海三国。那么这个呢，也就是因为它历史上根本他们就是跟这个波兰在历史上就是一起的，所以他们在历史上就有这个制度基因，就是他早在几百年前，他的这个社会精英产生出来的统治结构就是选举的，是靠议会的。人家几百年前就是靠议会的，所以他根本就认为天经地义的合法的统治一定是靠这个选出来的议会的。对，您所以上期讲过，对，所以这个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就看到，在苏联里，在苏联的范围里，能变成民主宪政制度的，就是波罗的海三国。然后呢，这种铁杆的这个沙俄统治的地方，那么今天通通的都是这个威权主义制度。然后还有一些不那么最铁杆的，就是这些中亚地区的苏联国家。那么这些东西呢，在历史上他们都是没有民主宪政的这个制度基因的。就是他们实际上那些中亚国家，如果我们讲制度基因的话，他们比俄国还差。所以呢，他们今天都是威权主义国家，一点都不奇怪。就是他的制度基因决定了他在共产集权制崩溃之后，他就是个集权主义。对，就是个威权主义这个制度，会自然的变成一个民主宪政。对，这就是他有很长的路要走，他就需要他们要积累这个民主宪政的这个制度基因。太好了，您全给讲清楚了。因为讲清楚它怎么解体，其实就知道它后面会发生什么事情。对，所以也其实更好的能够了解现在的预测，因为每次大家都在问，您总是讲起源的什么时候集权主义崩溃呢？对，还有很具体到中国，因为上一次聊的时候，您还说是70年代，后来我看您接受媒体采访，你也说快速看中国经济的这些现实已经到了80年代了，但并不是说解体就自然会跨入我们希望的民主、自由、宪政。对，中间那么多因素，那么多基因，它是不是在？对。那么昨天我们也讲了，就是能够促进这些基因改变的，还是要启蒙。对，个人自己的启蒙，然后整个社会要形成共识。对，然后实现那些具体的必要基因。对，这启蒙是必要条件。是的。对，辛苦您了。啊，没有。那就好了。好了。好。好了。